每个人都想长寿，这个愿望古已有之，但古人对长寿仅存奢望。比如古希腊人认为只有神才可以永葆青春，古代中国人则相信只有像秦始皇这样的大人物才有能力追求长寿。产生这样的认知，很可能是因为古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和绝对寿命之间相差太远了，长寿变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。从古至今，人们对于长寿甚至永生的渴求就未曾停止。在古代中国，早在2000多年前，秦始皇就想方设法寻找长生不老药，召集方士们炼丹，派人去海外采摘灵药。之后的汉武帝、唐太宗、唐宪宗都经常服用各种丹药。明朝光宗皇帝的红丸案至今争论不断，嘉靖皇帝更是沉迷其中不可自拔，他甚至亲自炼丹，整日不理朝政，以至于国库空虚，朝政荒芜。清朝雍正皇帝虽然勤政，但后来也开始痴迷炼丹，最终死于丹药中毒。当然，不仅王侯将相，民间也有对于长寿的渴求，这种渴求随着时间的流长，渐渐融入到了文化中。比如民间喜爱寿桃、菊花这类带有长寿意义的事物，又比如传统节日重阳节，在民俗观念中，99重阳因为与99同音，包含有生命长久、健康长寿的寓意，因此被人们当作是极其重要的节日。1989年，中国把每年的农历9月9日定为老人节，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、敬老、爱老、助老的风气。虽然随着科技进步，我们能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寿命，但是在全球的某些地方，那里生活的人却出奇的长寿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规定的长寿之乡的标准是每10万人中拥有100岁寿星 7.5 人。在中国，就只有江苏如皋、湖北钟祥、广西巴马能达到这一标准，因此有着中国3大长寿之乡的说法，而其中又以广西巴马最为著名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西巴马，看看那里的人们长寿的秘密是什么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抵北部湾，背靠大西南，东临珠三角，且与越南海路相连，是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出海通道。巴马所在的河池市，毗邻盛产芒果的百色以及以螺蛳粉出名的柳州。而与拥有独特物产不同，巴马最出名的是它长寿的功绩。巴马是中国第一个被国际、国内双认定为世界长寿之乡和中国长寿之乡的县份。走进这座美丽而神秘的小城，其地形地貌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，隐藏在氤氲如带的群山中，素有巴山一水一分田之称。行走其中，山清水秀，洞奇，物美，名纯，人寿，令人不禁赞叹是上天遗落人间的一片净土。而且巴马瑶族自治县有独特的民族风情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，素有瑶无处不有鼓，有鼓无处不有舞的瑶族民俗。壮族的歌、瑶族的舞以及特有的铜鼓文化、补良天寿古老仪式等，堪称巴马民族风情之绝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瑰宝。巴马长寿文化源远流长，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的记载，曾有一位叫罗老布的人编纂地方志的当年寿命高达135岁，仍健康地生活着。经考证，罗老布居住过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一带。这是目前所知道官方编纂的志书中最年长的100岁老人。清代，巴马那桃乡平林村赶烟屯邓成才因军功卓越，在朝廷为官清廉，屡屡建功。多年后，光绪皇帝亲书贺赐为人者寿的寿匾，亲命广西提督府赠送给当时已126岁高龄的邓成才，树其为乡里楷模，匡正民风。而如今，这块寿匾也成为了来巴马的游客必看之景。80岁的老人穿针引线，毫不费力；90岁的老人上山下地劳作，不亦乐乎；100岁老人家门闲坐，悠然自得，颐养天年。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，这样的场景太寻常不过。如今，全县目前仍健在的100岁以上老人多达90位。在巴马当地，流传最广的介绍是，巴马于1991年
被国际自然医学会评选为第5个世界长寿之乡，其余4个分别是中国新疆和田、巴基斯坦罕萨、外高加索地区、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，而且是唯一长寿链条未断裂的世界长寿之乡。但近年来，有媒体提出质疑，国际自然医学会是一位外国人于20世纪70年代创建的一家私人医疗机构，并非世界权威医学机构。有关人士表示，国际自然医学会是否权威还有待定夺，但巴马长寿现象是不争的事实。如今，巴马全县有90多位100岁老人健在，每10万人口中有30多位100岁老人，这是世界认定长寿地区标准的近5倍。近年来，巴马100岁以上老人有所减少，但是80岁至89岁间的老人越来越多。以前全县大约有3000多人，如今超过4000人。目前，巴马县80岁至89岁的老人达4082人，90至99岁的老人有666人。巴马老人长寿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？100岁老人寿比南山的原因在哪里？是心态还是环境？多年以来，科学家和大众们百思不得其解。在巴马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：100岁的老人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喝药酒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依旧眼不花耳不聋，还能顺利地穿针引线，悠闲地缝补着衣服。这样的老人虽然吃了一辈子的苦，身体却没有什么疾病，只是正常衰老。他们往往已经子孙满堂，5、6代同堂，在村里早已经见怪不怪。除此之外，你也能看到一对对的100岁夫妻在家门口散步，虽然步履略显蹒跚，却无需借助拐杖等外力支撑，每天可以从傍晚睡到第2天清晨，吃饭时候的胃口也极好。家里都把老人当作宝贝供着，为了防止老人们出意外，都会安排1、2个后代一直照顾。为了探寻长寿的原因，多年来无数的媒体把村里的100岁老人都采访遍了，但他们普遍的回答是不知道，也没什么特殊的秘诀。这有3位老人，年轻时就生活在大山里，辛苦劳作一生，家境贫寒，经常1个月才能吃上1次肉，如今也都有100多岁了。多年以来，科学家以及普罗大众在对巴马进行不断的考察后，得出了4个令人惊讶的原因。一是充足的日照。关于光照，广西地处北纬20度54至26度24之间，在这个纬度的地区大多光照充足，不受冬季日照减少的影响，且由于地理位置偏南，四季如春，没有严冬，而巴马的居民也会享受充足的日照。但是在依山傍水的巴马，最重要的还是水。巴马的水是具有特殊分子结构的水。关于水，典型的喀斯特地形的山泉水保持特有的清澈，由于反复的进出于地下溶洞而被矿化，使之含有十分丰富的矿物质，如锰、锶等。而巴马水中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均衡是长寿基因的保证。通过检验，这里的水源完全符合原生态健康水源的要求，原水接近零污染，水中 pH 值 7.38-7.53， 属于微碱性，接近人体血液 pH 值。3是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的空气。关于空气，百魔洞属国内一流的罕见珍稀溶洞，并且还处在生长之中，洞内的负氧离子的含量也很高，达到每立方厘米7万个左右，是一般地区的10倍以上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。攀行在狭长的洞中，不仅丝毫不觉得疲惫，反而让人神清气爽，如沐春风。4是较高的地磁。关于地磁，有科学考证，人们生活在恰当的地磁场环境中，身体发育好，血清清洁且循环好，心脑血管发病率低，身体免疫力高，能协调脑电磁波，提高人的睡眠质量。外地游客来巴马，会感觉到在巴马睡眠很好，这就是高地磁作用的原因。然而，前面提到的3位100岁老人的家人，则普遍认为，巴马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、简单的饮食结构以及平和的心态，才是老人长寿的重要因素。而大众所说的地磁也好，还是水、空气这种因素，都是次要因素，甚至作用小而不及。随着100岁老人的增多，以及媒体的宣传，这个位于广西西北部、隶属于河池市的瑶族自治县，
总人口只有30万，却成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往的圣地。而作为游客，他们来到巴马，在这里或长或短居住的目的也显而易见。来到这里的人也有一个特别的称呼——候鸟。因为巴马地处云贵高原向贵中平原过渡的斜坡地带，海拔500至800米之间，全年温暖舒适，光照充足，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极高，空气质量非常好，加之巴马矿泉水和地磁等因素的特殊作用，所以每年都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。尤其是北方入冬之前，更是有大批的中老年人赶往这里越冬，就像候鸟一样。这些老人中有许多人会在此长期居住，把这里当作安享晚年、休养身体的乐土。作为候鸟中的一员，65岁的王丽跨越3000多公里，从哈尔滨来到了广西西北部大山里的巴马瑶族自治县。他租下一间民房，租期11年半，他想一直在这里住下去。在巴马，像王丽这样的老年人越来越多。这个约有30万人口的深山小县，拥有90多名100岁老人，成为人们眼中的长寿圣地。不过，这个被冠以长寿之乡称号的山区县，也曾因各种质疑之声饱受争议。王丽住在贾转乡坡月村，这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寨，山脚下是静静流淌的盘阳河，在并不宽敞的土地上，一栋栋民房夹在大山和小河中间。许多年前，坡月村只是一个普通小村子，民房不多不高，村民在河岸狭窄的土地上种玉米过活。世代见惯的青山绿水，在他们眼中没有特别之处，与春耕秋收没啥干系。但近年来，这些青山绿水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长期居住。来到巴马，人们都会到坡月村看看。在这里，你能听到全国各地的口音。我们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。王丽说，很多年前他就听说过巴马，知道这里环境好，适合养生，能长寿。儿子成了家，他也退休了。去年他和老伴决心来巴马生活。老人们来到坡月，是坚信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长寿。和王丽一样，多数候鸟人都会租一间民房，像当地村民一样生活。早起散步，在盘阳河边打水，夜晚在山脚散步。临近傍晚，坡月村的几处小广场里，总有不少跳广场舞、打太极拳的老人。村旁大山里有一处天然洞穴，比几个足球场还宽，名为百魔洞。山洞里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，这里已被开发成景点，许多老人购买月票，每天要在洞内待上1个多小时。听说这里地磁力量很强，可以长寿。一位老人说，在巴马，关于空气、水和地磁的作用传得越来越神秘，但是人们说不清这些因素对长寿、养生是如何起作用的。尤其你可以在百魔洞看到成群结队的候鸟们，他们大多年事已高，也有少数年轻人。他们或身患疾病，或白发苍苍，聚在一起谈天说地。然而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最经常谈论的话题还是这里的特殊磁场。百魔洞被英国地理学家誉为天下第一洞，它是世界著名长寿河盘阳河巴马段的源头。底层为盘阳河地下河道，清澈的盘阳河水由此涌出，中间为旅游景观和养生区。最为奇特的是十分罕见的溶洞和天坑的共生体。穿过巨大的洞口岩洞，豁然可见壁立千仞的百魔洞天坑。天坑石壁高达150米以上，天坑之内草木茂盛，其间更有被称作活化石的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梭罗。穿越天坑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是自然形成的溶洞。溶洞内有着几亿年岩溶发育的水晶，堪称大自然艺术之功。百魔婴童谣语百妖，说是感叹洞中鬼斧神工的奇观，但来这里的养生人群更愿意相信，是地理环境带给他们神魔般的疗效。人们来到巴马，一般都会去长寿村看望100岁老人，希冀沾上福气。当地也有10元便可以和100岁老人拍照的旅游活动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来到100岁老人的家中，希望用拍照这种方式变得和老人一样的长寿。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，大量外地人涌入巴马，
在巴马街头几乎遍地酒店、宾馆和民宿。当地人表示，每逢节假日，这里住宿点几乎全部爆满。数字为证，巴马游客量2006年只有 11.6 万人次，到2016年迅猛增至434万人次，10年增长了近40倍。2017年，巴马年接待游客已超过500万人次。这些游客当中，养生度假养老的候鸟人每年竟有10多万人。到达巴马最近的方式是乘坐飞机到达邻近的广西百色，然后再乘坐大巴前往巴马。这正是巴马独一无二的特点，现代城镇化进程中独存的自然乌托邦，不论是水还是地磁，还是绿意盎然的山林，也难怪有人把这里叫做长寿的乌托邦。然而，有这样一个地方，也有着众多长寿的老人们。同时，它又地处经济发达、交通方便的中国华东，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现代化和江南古典的并存，也可以享受着现代化的养老设施和网络带来的各种服务。这就是江苏如皋。如皋地处江南地区，自古以来就有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的美称。这句诗反映了江南地区的美丽和魅力。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处人杰地灵、物产富饶的鱼米之乡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，如优美的江南水乡风光、丰富的水产资源等。当地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数量多达10万人左右，100岁老人也500多人，占了当地人口的很大部分。正是因为如此，这里也被誉为长寿之乡。正如广西巴马，如皋长寿的历史也更为久远。如皋人古来多长寿，100岁老人频出。如皋首位有文字记载长寿老人为东汉人吕岱，生于东汉延熙3年160年，80岁迁上大将军，93岁任吴国大司马，吴太平元年256年96岁病逝。问起为什么如皋的老人可以这么长寿，当地人的回答十有八九是吃的健康。如皋是一个充满美食和文化的城市。如皋人注重早餐，不仅在家里吃，也会到老字号用餐。这些老字号一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烹饪技艺，他们的早餐食材都非常新鲜，而且都是自己制作的，所以营养和口感都非常好。而作为早餐，当地人一定会提到玉米参。在当地老人心中，玉米伞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，不仅是早餐必备，还是中午和晚上重要的餐点。在当地的老店里，可以看到许多老年人都在品尝这道美食。玉米参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把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掰下来，就是玉米渣。玉米渣又叫玉米参、玉米碎，常见于北方人的杂粮食品，俗称玉米渣或玉米碴子。中医有年过半百而阴气自半的说法，意思是老年人身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肾精不足的问题，经常喝粥可以起到补益肾精、益寿延年的作用。在如皋，一般家庭中早晚主要是一锅热腾腾的大米粥或玉米参粥，外加包子等主食。玉米伞不仅美味，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多种有机物质，能帮助肠壁血管扩张，提高胆汁分泌，加快废物排出。它被称为长寿食品的形象大使是当之无愧的。如皋民间流传着这么个顺口溜：玉米参，米打底，吃了能活90几。而从科学角度上来说，玉米参作为粗粮，更是 DGI 食物之一，相比米饭也是更为健康的主食与食品原料。除了玉米伞，如皋的白葡茶干也非常有名，尤其是三香斋茶干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白葡茶干是江苏如皋久负盛名的传统风味小吃，始创于如皋白葡镇。古名疏乳干，创始于清康熙35年，即公元1696年。白葡茶干味点卤豆制品，主料为白葡优质白皮黄豆，配料有卤水、食盐、优质酱油及20余种天然香料等。白葡茶干色泽棕黄，每块仅有3厘米见方，厚0.5厘米，可谓小巧别致。制作十分考究，以白皮黄豆为原料，从净豆、糙豆、磨豆、扯浆、煮浆、过筛、点浆、倒包、炸、包、煮、扎等，需经20多道工序。
白葡茶干营养丰富，蛋白质含量高，老少妇孺皆宜，是家常和旅途中的经济方便食品，也是宴席上的冷盘佳品和荤素烩炒的优质配料。在喝茶的时候，搭配上几块茶干，能够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食的诱人魅力，是一种绝佳的享受和体验。总之，如皋的玉米参和茶干不仅是美食，更是当地长寿文化的代表。或许这种清淡、新鲜、粗粮与蛋白为主的饮食，才是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。如皋是一座宜居之城，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文化底蕴。春暖花开，夏日清凉，秋高气爽，冬日温暖。充沛的雨水，充足的阳光，干净整洁的城市道路等等，市民们生活在这里，心情愉悦，身心健康。在这里，你可以享受方便快捷的各种设施。如果你是一名老人，正在物色人生的目的地，想要寻求安静与优美的景色，但是又放不下各种城镇化带来的便利设施，那如皋一定是你的最佳选择。小小的如皋不仅拥有高铁站，还毗邻上海、苏州、南京等城市，仅需要2小时左右车程就能到达上海和苏州的市区。交通上的便利是一方面，生活上，如果你想要在养老之余不失去多样的口腹之欲，如皋发达的商业环境可以提供给你几乎全世界的美食。与世外桃源巴马不同，这里现代化的商场和各种商店能够给予你丰富的物质体验，上到精致而讲究的本帮菜、淮扬菜，下到街边巷道里的市井小摊，资源丰富，生活便捷，成为了长寿的一大加分项。不论何时，人类对于永生和长寿的祈求都是存在的。人们在巴马这里相聚，期待着自己的新生活。有的人希望自己的病好转为安，有的人希望在山林中摆脱城市的喧嚣。而巴马的老人们还是在门前悠悠地坐着，仿佛时间在他们身上，在这座山峦与氤氲的城市里彻底凝固了。而在江苏如皋，时间依旧随着城市的建设静静流淌着。如皋的老人们一边享受着快捷便利的娱乐生活，一边自在地吃着养生美食，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。如果是你更希望在便利现代的如皋，还是世外桃源的巴马过上这种长寿的生活呢？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